2026年7月30日，滨海南码头迎来运营2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宣布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码头屋顶、天棚和走廊屋檐上已安装完毕1092片高效太阳能光伏板，总覆盖面积达3200平方米，相当于7个半标准篮球场的大小。这套新启用的太阳能发电系统预计每年可生产78万千瓦时的电力，这个数字足以满足180个4房式组屋单位一整年的用电需求。所以这次它不是简单换一种燃料，而是在把自己从旧时代的油料中心改成未来船舶都必须经过的补给节点。对于经常从滨海南码头搭船前往鲑鱼、圣约翰岛或拉扎鲁斯岛的市民来说，这个码头并不陌生。它于2006年取代了使用长达73年的红灯码头，成为新加坡南部岛屿渡轮服务的主要枢纽。而如今，它又增添了一重身份：新加坡港口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示范性项目。海事局局长洪伟强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强调，这套新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所产电力已经足以完全满足滨海南码头日常运营和所有公共设施的电力需求。这意味着码头的照明、电梯、空调、闸机系统以及办公设备今后都将由清洁的太阳能驱动。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加坡大力推进港口船舶电动化，这套系统还将为未来设置在码头区域的电动船充电桩提供电力支持。换句话说，滨海南码头不仅在当下实现了自身运营的碳中和，更在为即将到来的电动船时代提前布局基础设施。这一布局背后是新加坡更为宏大的海事绿色转型蓝图。早在2023年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交通部开支预算时，时任交通部长易华仁便宣布了一项关键政策，为配合新加坡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目标，在我国港口运营的所有新港口船舶需从2030年起完全电动化，或改用净零排放的燃料。目前，新加坡港口内约有1600艘柴油驱动的港口船舶，它们将在未来数年内逐步被电动或清洁燃料船舶取代。而滨海南码头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正是为这些船舶提供岸电和充电服务的先行尝试。事实上，滨海南码头项目只是海事局一系列绿化举措中的一环。除了在本岛码头安装光伏板，当局还在扩展新加坡最南端小岛沙都姆岛普鲁萨图姆的太阳能发电设施。沙都姆岛虽面积不大，却坐落着历史悠久的莱佛士灯塔。这座灯塔早在1998年就已改用太阳能发电，但岛上其他设施，包括工作人员宿舍、办公及通讯设备，长期以来仍依赖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年消耗超过90公吨柴油，且这些柴油需通过加油驳船从本岛运过去，既增加碳排放，也带来物流成本。根据海事局的规划，沙都姆岛将新建总容量达600千风瓦的光伏系统，搭配5兆瓦时的电池储能设施，以及一套中央电力管理系统。目标是在2027年底前完全取代现有的柴油发电系统。届时，这座新加坡最南端的岛屿将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且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每年近100吨的柴油消耗，也为孤立岛屿如何采用绿色能源提供了宝贵经验。除了在自有设施上推动绿色转型，海事局也在船用燃料供应层面拓宽清洁能源的渠道。液化天然气因其燃烧后碳排放和硫排放远低于传统船用燃油，被视为当下最切实可行的过渡燃料。就在滨海南码头太阳能项目宣布的同一天，海事局向8家能源业者颁发了液化天然气船用燃料供应执照，自2026年9月1日起生效。这8家公司包括 Aramco Trading Singapore、 元荣石油私人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亚太区公司、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公司、壳牌东方贸易、中国石化燃料油公司 Vitol Bunkers， 以及道达尔能源与圣科燃料的联合体。在此之前，新加坡仅有 Fuel LNG、 兰亭天然气公司和道达尔能源船用燃料3家供应商。此次新增8家后，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总数跃升至11家，市场竞争和供应能力均显著提升。这一扩容并非没有依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新加坡液化天然气海事燃油销售量已达318300公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30%。需求的快速增长表明，船东们正在积极转向更清洁的燃料选择，而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的船用燃料加驻港，必须确保供应端能够跟上这一趋势。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滨海南码头的太阳能项目以及沙都姆岛的能源改造，均是新加坡公共部门绿色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要求公共部门在2045年左右率先达到净零排放，比国家整体目标提早5年。海事局作为公共机构，其辖下码头、岛屿设施和灯塔的脱碳进程，自然成为这一计划的先行实践。当然，对于普通新加坡民众而言，这些举措的意义不仅在于宏观政策层面，更直接的影响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空气质量改善，柴油船舶排放的黑烟和有害颗粒物将随着电动化进程而大幅减少，尤其对于居住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的居民，港口附近的空气污染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二是国际竞争力的巩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率先建立绿色港口基础设施的新加坡，可以吸引更多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航运公司和船东，从而保持其连续13年蝉联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地位。回顾滨海南码头自身的历史变迁，从1856年的 Johnston's Pier 到1933年建成的红灯码头，再到2006年启用的现代化滨海南码头，新加坡的海上门户一直在适应时代需求而演变，而今日的演变方向是低碳、智能和可持续。1092片光伏板铺设在屋顶和天棚之上，它们所发出的每一度电都在为这一演变写下注脚。当然，太阳能发电受天气和日照条件影响，无法全天候稳定输出。对此，海事局也已有考虑，他们计划分阶段提升码头的电气系统，使其能够更好地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接轨，包括引入储能设施和智能电网管理，以确保在夜间或阴雨天仍能依靠储存的电力维持运营。同时，未来还可能接入更多形式的绿色能源，如海上风电或潮汐能，进一步丰富码头的能源结构。滨海南码头并不是终点，据海事局透露，类似的太阳能安装评估也正在其他码头和港口设施中展开。如果滨海南码头的示范效果理想，这套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丹戎巴葛、吉巴或三巴旺等其他码头。届时，新加坡整个港口周边的基础设施都将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一块块光伏板到一座座绿色码头，再到整个港口生态的脱碳，新加坡的海事领域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没有轰鸣的机器声，却有阳光下的无声转化；没有刺鼻的柴油味，却有清洁电流的平稳流淌。对于每个搭乘渡轮前往南部岛屿的乘客来说，下一次登船时，不妨抬头望一望那些覆盖在走廊屋檐上的深蓝色版面。它们不仅是科技装置，更是一个城市国家对未来承诺的具象化表达。而这一承诺的最终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让新加坡的每一寸海岸线、每一艘船舶、每一座码头都真正实现净零排放。滨海南码头的20岁生日，恰好为这条漫长的绿色征途立下了一个值得标记的里程碑。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基建、城市规划以及这些看似离生活很远，其实直接影响我们未来收入结构和城市竞争力的变化，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下一期你更想看大势港、岸电系统，还是新加坡还有哪些不起眼但很关键的基础设施？